2025年3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 ICU， 一名6岁女孩停止了呼吸。她不是死于车祸，不是死于癌症，也不是死于突发疾病。就在7天前，她刚刚接受了一项被称作全球首次的人体基因编辑治疗。她的父母原本相信这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可最后，她却夺走了孩子的生命。更让人心寒的是，女孩死亡后，这件事没有公开，没有新闻，没有学术通报，甚至相关的临床实验页面仍然显示着4个字：正在招募。在公开记录里，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不是1年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杂志发布调查报道，外界甚至不知道曾经有一个6岁女孩接受过这场实验。今天，小薇想跟你一起看看这个6岁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小女孩，我们就叫她小美吧。小美的父亲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夫妇俩备孕了整整4年，才迎来了这个女儿。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全部的期盼，全部的希望。小美4岁那年，幼儿园老师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她画画总比别的孩子慢，小手握笔的姿势也不太对，说话也慢，词汇量明显落后于同龄小朋友。父母带着她去了医院。2023年3月，小美被确诊了。她得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病，全球已知的患者只有237人。这种病会影响孩子的语言、认知和运动发育，还伴有智力障碍。它会影响小美的一生，但通常并不直接危及生命。确诊后，小美的母亲辞去了工作，全职照顾女儿，做语言训练，做康复治疗，一样一样的事。但传统康复的效果始终很有限。对于一个备孕4年才得到女儿的家庭来说，这种有限比疾病本身更让人绝望。小美的父母开始疯狂地查资料，加入患者群，四处打听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法。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字：裘子龙。裘子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在罕见病患者的家长群里，他的名字代表着一个词：希望。2016年，他的研究成果入选过中国科学10大进展。对很多走投无路的家长来说，这样的人就是最后一根稻草。2023年7月，小美的父亲给裘子龙发了一封邮件，详细介绍了女儿的病情，附上了基因检测报告。他想问的只有一件事：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裘子龙回复了。据科学杂志后来获取的交谈录音，裘子龙告诉家属，小美的疾病并不危及生命，要开展治疗需要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难度不小。从研发到动物实验可能需要2年，疗效也无法保证。但他同时也说了一句话：依托新华医院这样的顶级医疗机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安全事故。新华医院是上海最著名的3甲儿科医院之一。对于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家庭来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任，意味着放心，意味着把孩子交给他们是安全的。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小美的父母以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医院安排治疗，可很快一个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费用。这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这不是医院开展的一项常规临床试验，而是一项专门针对小美一个人的个体化的基因编辑治疗。而这项治疗的费用需要家属自己承担。据科学杂志报道，小美一家最终为这个项目支付的金额是8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82万元。582万，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攒不到的钱。小美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友四处借款。他们不是为了买房，不是为了投资，而是想给女儿买一次活下去的机会。你可能想问，582万交给了谁？资金分多笔流向了不同环节，一部分去了大学附属基金会，用于资助基因编辑器的设计；更多的资金流向了一家研究机构，用于动物实验和病毒制备。还有大约13万美元
直接汇入了裘子龙的学生研究员杨侃的个人账户。双方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所有费用将由赞助商蓝启新图基因科技公司承担。可查询工商信息后，你会发现，这家所谓的赞助商正是由裘子龙和杨侃本人创立的。换句话说，家属自筹的582万最终流入了研究团队自己控制的公司。可小美的父母当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钱凑齐了，孩子有救了。钱到位之后，项目推进得很快。2025年1月2日，在动物实验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临床实验。但有一个细节很关键，2025年2月17日，合作方才出具了一份猕猴毒理学报告。报告显示，接受治疗的4只猕猴，无论高剂量还是低剂量，全部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损伤，其中一只高剂量组的猕猴还出现了肾损伤。而据上海杨浦区卫健委的文件，医院伦理委员会在批准试验时根本还没拿到这份报告，也就是说，他们批准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动物实验里已经出现了肝肾损伤。更关键的是，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告诉小美的父母。他们不知道动物实验出了状况，他们不知道这项治疗可能有死亡风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孩子的病终于有希望了。2025年3月23日，小美和父母住进了新华医院的儿科病房，并签了知情同意书。3月24日，医生通过腰椎穿刺将携带基因编辑器的高剂量病毒载体注入小美的脑脊液。按照项目团队当时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例脑靶向基因编辑治疗。然后时间开始倒数，治疗后的第3天，小美开始发烧。家人最初或许还觉得这可能是正常的术后反应，可很快她开始长时间无法排尿，血小板急剧下降，那些症状每1分钟都在加重。她被推进了 ICU。3天前，她还能牵着妈妈的手走进病房，可仅仅3天之后，她就躺在了重症监护室里。时间继续往前走。第7天，2025年3月31日，小美停止了呼吸。死亡原因是病毒载体引发了一种严重的免疫反应。7天前，她还是一个会跑会跳的6岁女孩。7天后，她永远离开了。2天后，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结论只有4个字：与小美的死亡肯定相关。可这一切，外界一无所知。那份临床试验的登记页面长期显示着正在招募，没有公开通报，没有学术披露，在公开记录里，小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小美去世后近1年，2026年2月18日，裘子龙团队联合复旦大学、新华医院团队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介绍了一种新型基因编辑技术在小鼠模型上的研究成果。文章说，这项技术可以纠正基因突变，改善行为异常。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积极报道，称其为罕见病治疗的全新技术希望。可整篇论文里没有提及任何一名儿童已经接受过这项治疗，没有披露这名儿童已经死亡，没有提及动物实验中猕猴出现的肝肾损伤，没有说明研究资金来自一个死亡患儿家庭的自费。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科学杂志调查发现，这篇论文最初的投稿版本里其实记录了小美的基因数据，并在致谢中感谢了家属的参与和支持。可正式刊出的版本里，所有与小美有关的内容，她的基因数据，感谢她家人的致谢，全部消失了，就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小美的父母在论文发表前曾多次要求团队暂缓发表。文章上线后，他们直接向自然编辑部寄送了抗议信，详细讲述了女儿参与试验并死亡的全部经过，要求撤稿。自然副主编回复说，这些伦理问题不属于期刊数据审查范围，应由大学处理。那篇论文
至今没有撤稿。截至今天，事件仍在调查中，没有人知道最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但至少那个6岁的女孩不应该被遗忘。她来到这个世界只活了6年，她留下的不应该只是论文里被删除的几行文字，而应该提醒每一个人，当科学不断向前的时候，那些最需要被保护的人永远应该走在最前面。我们今天记住她，不是因为她参与了一项全球首次的实验，而是因为她曾经真实的来到过这个世界。她叫小美，她是她的父母盼了4年才盼来的女儿。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